大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王力宏和李静蕾的恩怨情仇才刚结束，直播界一姐薇娅就凭借一人之力成功占据了热搜榜单的半壁江山。不过薇娅上热搜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，而是因为偷逃税款，处罚款合计13.41亿元。说实在的，13.41亿也就听着很多，其实只要认真踏实，有脑子肯努力，也就9万多年就挣到了。可是臣妾做不到啊！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娱乐圈偷税漏税的名人 Top 10吧。Top 1，薇娅。12月20日，薇娅被爆出偷税漏税，被罚款13.41亿，瞬间抢掉王力宏事件的所有热度。原来王力宏唱了一辈子，可能都没有薇娅1年的罚款多。之前网络上就曝光了一张网络主播收入排行榜，薇娅在2019年到2021年这2年间收入达到了57.357亿，李佳琦紧随其后，收入大约在46亿左右。知道主播挣钱，没想到会这么挣钱。回想起薇娅和袁隆平爷爷见面时，问袁隆平年薪是不是有100亿，袁隆平爷爷却透露自己1个月的工资仅只有6000块钱左右，只有遇到一些科研项目时才能有个30万的样子，伤害性真的太大了。薇娅要聊吗？这是薇娅被罚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答案已经尘封落定，薇娅被全网封杀，直播间也被封禁，口碑也轰然倒塌，即便公开致歉也于事无补。对不起大家啊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，薇娅这一次被处罚的事情，无疑是为所有网络主播敲响了一记警钟。而跟她有着同样地位，经常被大家放到一起比较的李佳琦，更是成为了很多网友关注的目标。Top 2，范冰冰。在薇娅出现前，范冰冰凭借8.83亿的罚款长期霸榜第1名，哪怕新一代顶流郑爽也只能甘拜下风。可惜范爷终究没有捍卫住自己的荣誉，但是8.83亿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全家人不吃不喝也得存5-6万多年。曾经范冰冰是娱乐圈中行走的焦点，热搜的宠儿，人送外号范爷，这样一个话题制造机在2018年戛然而止。在那年的国庆长假中，税务部门认定了范冰冰偷逃税款的事实，并决定对范冰冰及其公司偷逃追缴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，总计8.83亿元。当天，范冰冰在社交平台发声，并贴出致歉信，表示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和煎熬，以深刻反思和反省，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内疚。这数日配合税务机关的调查，完全接受当局的一系列处罚决定。后来范冰冰将所有税款补齐，免除了牢狱之灾，但这也彻底终结了她的演艺事业。后来范冰冰曾多次试图复出，都遭到网友的强烈抵制。Top 3，郑爽。今年4月初，郑爽一家涉嫌利用阴阳合同偷税漏税被举报。8月27日凌晨，郑爽各大作品被下架，账号遭永久禁言。她通过改换账号背景的方式发声，再次否认偷税漏税及获取天价片酬等事宜，依然认为自己没问题。然而打脸来得太快，8月27日上午，央视新闻发布郑爽偷税漏税事件调查结果，结果显示郑爽因偷逃税款被追缴并处罚款2.99亿元。举报他的张恒也涉嫌帮助其偷逃税被连调查，其经依法查实，郑爽参演《倩女幽魂》收受1.6亿元天价片酬情况属实，他之前的狡辩全部被打脸。复盘事件全过程，最讽刺的是，郑爽在早已知道调查结果，甚至在规定期限内缴清了全部税款和滞留金的情况下，仍然在调查结果发布前大言不惭的喊话，郑爽真的还是那么疯。Top 4，雪梨。作为王思聪的前女友雪梨，这是她最先出名的名号，而她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某宝女装店的老板。由于名气在外，雪梨的店铺一直经营得很好，收入也非常可观，轻轻松松就过亿了。有网友爆料她的新家光是房价就5万一平，其中还有满柜子的爱马仕与6位数的灯。但作为大网红的雪梨也做出了不好的示范。她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，以建立个人独资企业进行偷逃税3036.95万元。或许在雪梨眼里，这件事并没有太严重，只需要交上罚款就行了。但没想到后来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大小号全部被封，旗下的多家公司也都注销了。
如今在各大平台上都不见雪梨的踪影。可他却并没有停下捞金的步伐，店铺改名后依然处于正常运营的状态。不仅如此，还热火朝天地做着新活动。Top 5，刘晓庆。说到偷逃税的明星，历史上最有名的当属刘晓庆。这位曾和范冰冰都演过中国历史的唯一女皇武则天的明星。2003年2月19日，对刘晓庆逃税案调查结束，认定自1996年以来，刘晓庆和旗下公司采取多种手段偷逃巨额税款1458.3万元，不仅追缴税款，还加收滞纳金573万元。后来刘晓庆被刑事拘留，在监狱里待了1年多。熬过了大约1年的牢狱之苦后，在姜文的帮助下获保释出狱。姜文倾其所有保刘晓庆的故事也成为民间流传的佳话。由于当时的环境原因，出来之后他的个人事业并没有受影响，各个演艺平台继续为他大放绿灯。这张范冰冰和刘晓庆的同框照，现在看来也是讽刺无比。Top 6，张惠妹。因涉嫌逃税，这位唱功浑厚、形象多变、如今微胖的台湾流行乐坛大姐大，被媒体冠上了欠税天后的称号。2005年初，台湾地区税务部门曾点名要求张惠妹为高达3000万元台币收入补交税款，而据称这个数字创下了台湾艺人单次补税金额最高纪录。当年在风华唱片公司，张惠妹申报年度综合所得税时，其演唱会的巨额所得以执行业务所得类申报，但台湾地区税务部门却认定这笔收入应属薪资所得。依照台湾的计税方法，若以执行业务所得税申报，应先扣除60%左右的业务成本，剩下的40%才列为课税所得。而薪资所得只需要扣除新台币7.5万元台币的特别扣除额，其余全部需要纳税。由于两者计税结果相差悬殊，台湾地区税务部门认为张惠妹应该补缴1200万台币。但同时，台湾财政部专员强调，张惠妹不存在偷逃行为，只是在申报所得税时对职业所得税和薪资所得产生误解。Top 7，大 S 小 S。台湾税务机关近年来就艺人申报税项做出多个调查，不少艺人被查税后都输了官司，只有大小 S 打逃税官司胜诉，成为当时那几年难得的例子。不过他们很可能还要补税，因为台湾地区税务部门2009年又以个人税金重新计算为由，发现两人几年来赚逾1亿元的新台币，约人民币2000万元，故要求这两人补税近1000万新台币，约人民币20万元。另外，小 S 徐熙娣也曾经被单独要求补税。据称，他为了节税成立工作室，遭台湾地区税务部门认定需按照较高税率缴税，要求他补交近6年的税金差额。小 S 提起行政诉讼胜诉，免补缴近185万台币的税金。Top 8，吴宗宪。吴宗宪作为台湾的综艺一哥，这几年可谓是捞金不少。他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深得两岸3地喜欢。当年央视、国际频道每次的海峡两岸、中秋晚会等，还邀请过吴宗宪做主持人。然而，就这样一位主持界大佬，也难逃金钱的诱惑。旗下的公司逃税上百万，还被台湾的税务部门罚款追税，闹得人尽皆知，多次被限制出境。好在他迷途知返，紧急补缴，才得以平息事件。Top 9，萧蔷。小李飞刀里的林诗音成为了很多人回忆里面的女神，萧蔷当年也是稳坐台湾第1美女的宝座。除此之外，琼瑶的一帘幽梦绿萍也是萧蔷。但大美女也没经受得住金钱的诱惑。2011年参加电视剧《心恋》，所获报酬实际1300多万，但只报了300多万的税。税务部门认定其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，经法院判决罚金和补税金额高达700多万。和前面3位一样，萧蔷第一时间补缴，并声明自己是无辜的，并不知道这些事儿，都是工作室在打理。Top 10，林志玲。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过西方美术史、经济学双主修学士学位的台湾第1名模林志玲，也没能躲过逃税的诱惑。1996年，林志玲被指逃税，92年至94年的个人综合所得税遭台湾税局要求补税，以及罚款819万新台币，约人民币180万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后判决林志玲需缴684万新台币，
约人民币150万的税款。林志玲当天因身在外地没有出庭。明星网红收入高是现在的共识，很多人也向往这种有流量有金钱的日子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抗住金钱的诱惑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在这种高曝光的情况下，还妄图凭借阴阳合同等隐藏收入，一旦翻车就是万劫不复。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姨太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